庄员工，您看啊，这是工厂，这是纺织车间，这是空压站，这边是工人房，还有仓库，那儿是大班的住宅。等这全部兴建完成啊，将会是上海最大的纺织厂。哦，大手笔，大手笔啊！他这个占地得在150-160亩吧？好眼力啊，庄员工，整个占地是180亩，而且是由颐和洋行独资兴建完成，计划2年内出沙。他有多少沙锭啊？初期的话是4万枚左右，但是很快会提高2倍的产能。那他这个投资是100万两。那他这个年产量在？年产量5万包吧。Mr. Kvashkov готовит。哦，四哥，这么大规模的沙场，咱们可跟人斗不过。没事，老生，先了解一下情况。咱们缺这个呀。庄员工，王生兄，请。多谢。郭贤弟啊，哎，听君一席谈，真是受教受教啊！哪里，庄员工有所不知啊，像这种规模的洋商建厂，在上海不止一家。这个只是英商的，美商、德商都有在建厂，而且据我所知，日商也有建厂的计划。所以，您开沙场真的是与虎谋皮呀，郭贤弟。洋商现在的棉纱已成倾销之势啊！长此以往下去，棉纺市场将全落入他人之手，自己的企业不振兴，这何谈强国呢？庄员工，您以为办一个纱厂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？那不过是李中堂他们为了洋务新政而提出来的说辞罢了。您看这些年。还有谁在提醒？一个纱厂确实不能强过100个呢。如果除了纱厂，我们还有钢厂、电厂、船厂等等，情况会不一样。当年我是弹劾过李鸿章的，但是洋务新政我并不反对，更何况《海国图志》上说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，我深以为然。您方才所说的洋人的优势。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，它的优势在于技术先进，但地是我们的，人是我们的，更何况我通州盛产棉花，全是我们的，凭什么让他把银子赚走啊？如果说是与虎谋皮的话，这个皮，那该谋也得谋啊！庄员工的雄心壮志。小弟着实是佩服啊，但是做生意嘛，讲究的是实际，不是情怀。没讲情怀呀，今天来就是与郭贤弟谈实际的。办厂伊始，还有什么比筹募古今更实际的呢？还望郭贤弟鼎力协助。来尝一尝咖啡。多谢多谢。您比如这咖啡，我喝过这东西，此物甚好，喝完提神醒脑。但是郭贤弟，中国茶叶自古以来远销海外。是。啊，对了，李鸿章大人起复的事情，你们听说了吧？他起复他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李大人起复之时写了一个名单，并奏请朝廷，名单当中的57人开列勿用。那又如何呢？状元公就名列其中，而且排名还不低呢。四哥，确有其事啊！确有此事啊，不然怎么开了纱厂了呢？说白了吧，本来我是冲着状元公你这金字招牌来的，但是现在季直兄，您即便是丁忧期满，能不能回京，能不能再履仕途都不好说。没了官家的庇佑，这实业办起来
难上加难呐。郭华茂，你的意思是不想入股了？郭华头，你既然已经想好了不入股了，那你何必刚才跟我们巴巴的说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，还什么颐和洋行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你掏银子，你才能赚银子嘛，你又何必说什么开猎勿用这个做幌子呢？郭华茂先生，我们要见你。我气死郭华茂先生，我要见郭华茂先生。OK， 郭先生，郭先生，静かにしてよ。请你出来见我。ほら、我要见你。問題になるぞ。郭先生在哪里？ちょっと。郭先生，你这么大胆子呀？这跑到洋行胡闹，不想活了？谢安先生，我是西村总兵卫，我要见郭华茂先生。有你这么找人的吗？郭先生不在，赶紧走。郭先生，不是，郭先生，请你出来见我。不好意思，我去看一下啊，不好意思。郭先生，我要见你。西村先生，西村，郭先生，冷静冷静。我在盯着。这别着急，咱们有事慢慢说好吗？先冷静冷静。多说无益，我要结果。答应的我的地呢？是，现在这个地呢，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。您放心，我答应您的地一定会给您办到。但是，目前来说可能有一点困难。也是你的问题，你已经答应了。是是是。四哥，听见了吗？有个日本人在嚷嚷。什么日本人？就是那个什么村，西村。嗨，孟生啊，你怎么还偷听人家谈话呀你？哎呀，郭华茂是真小人，我又何必做真君子呢？我听得真真的，说是日本人要办什么厂，郭华茂给他找开地没找着。四哥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郭华茂在咱们这儿推三阻四的，原来他要帮日本人办纱厂啊！孟生啊，没事，商人逐利，本也无可厚非。只要我们的纱厂规划的够好，利益够厚，他郭华茂一样会到我们这儿来，不用管。哟，还是件洋玩意儿，不错啊，喜欢。以后啊，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。哎呀，我就知道啊，大人您不缺这种东西，但是小弟的心意，他不得表示一下吗？你就是嘴甜。华茂啊，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也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，可这件事情怎么做得上我的台面呢？哎呀，我的盛大人呐！其实吧，我原本想的是，我既不得罪日本人，我能多一条发财的路子；我又不得罪状元公，我又多一条发财的路子。可谁成想，这李中堂的突然起复，而且明言开猎勿用长剑，这一下我不就尴尬了吗？你也有进士的功名，可这朝堂之事啊，你是知之甚少啊。还望大人明示啊！坐吧，大人请。当今朝堂之上，不是今天张三弹劾李四，就是明天李四弹劾王五，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。啊，
再说皇上今天罢免这个，太后明天罢免那个，谁都不好说。所以呢，开列勿用之事，你听听就罢了。啊，还有那个张俭呢，他说不做8命9命可耻之官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开沙场了。若非大人明示，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。再说这日本人，马关条约之后得到了巨额的赔偿，小人得志啊！他们一定会回到本国之后，修屋置地，短时间内不会将对华贸易，尤其是在华设立沙场这等小事，作为举国之策。但是，西村却言之凿凿说他受了外务省的委托，而且还有什么这个财团呀、那个家族的支持，所以他才……我泱泱大国，物化天宝，自唐以来屡遭日本的觊觎，因此才在1000年之后，才有甲午一战，日本才踏足中国。至于推进在华的贸易布局，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。明白了。所以大人的意思是，日本的所谓那些投资啊、建厂的都是虚的，而状元公是铁了心的要办实业，所以投资他要比投资日本稳妥得多。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明白。我先入股张俭，静待时机。万一日本人那边也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之时，我再见缝插针。不过这个张俭呢，虽然有一腔热血，但也纸上谈兵。那么接下来入股之事，大人放心，细水长流，绝不可一步到位。哎。气死我了！什么事气成这样啊？大哥啊，孟生从上海回来的路上一直生气，筹股不顺利，那也不至于气成这样啊。沈大哥，这个郭华茂说话太气人了。他说原本是冲着四哥状元公的金字招牌去的，然李鸿章开列勿用的57个官员中就有四哥的名字。状元公的头衔不值钱了，他入不入股他得想想，他想什么想啊？合同都签了呀！哎，商人嘛，出尔反尔常有的事儿。你要为这么点事儿就生气，那将来厂没办起来，你不得气病了啊？真是。记着啊，这郭华茂说什么我不管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大哥，我没往心里去，说这种话的绝不止他一个人，我不以为意。你就装吧，你肯定生气啊！生气。行，哎，来给你们看点东西。哦，哟。这边是英国、德国、美国的洋沙，这是华商的沙。中国产的沙当中，丁属盛宣怀的华盛产的沙卖得不错，其余的也都一般。沈大哥，你的意思是说这么多种沙都卖到咱们通州地界上来了？只比这多，不比这少，而且洋沙居多。我说呢，头几个月东门的永盛钱庄愣是批出几个柜台来，也卖棉纱。看来啊，在咱们通州
棉纱生意就是好做呀。这销路这么好，干脆给我这个四海当铺批点，我来代销如何呀？你这商人的脑瓜转得够快的呀！你忘了你是哪家的股东了吧？你能赚钱就行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大哥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这就是将来咱们通海纱厂要产的纱？孟生啊，大哥这是在问我，有没有杀出重围的决心呢？是吗，大哥？其实啊，你不是说过吗？所谓商战，就是洋商和华商之间打仗。既然要打仗，就得知己知彼。大哥说的是，但是要说容易的话，那人人皆可为之。张香帅又何必让我来领办纱厂呢？哎呀，经过大哥这么一分析，这是内有狼，外有虎啊！哎，您二位是做生意的行家，我想请问两位，他们为什么把咱们通州作为棉纱的倾销地呢？自然那是因为咱们通州啊，自古盛产棉花，而且家家户户都有纺织的传统，这生意自然就好做嘛。说的是，孟生，你刚才说对了2点，说明咱们已然站在了地利和人和之上。那么天时呢？朝廷心意在各省设立商务局，振兴实业，这便是天时。天时地利人和都齐了，这仗是可以打的。大哥，孟生，如果说你把眼光只放在通海地区，那自然是没有腾挪之处啊。如果说我们放眼全华夏呢，海阔天空。好一个海阔天空，这就是俯入商海，有胆有识啊！这不是咱们一般的商人能有的眼界呀！哪儿的话，大哥？孟生啊，把茶端过来。孟生，大哥啊，在通州做花布，商人们以您马首是瞻。咱们要真是让股东们把真金白银掏出来入股的话，还得仰仗您多年的信誉，您的担子比我重。力争不负继职走望啊！本来呀，我这心里还犹豫要不要把这个厂建在咱们通州。经大哥一分析，我铁了心了，就在通州建厂。厂址的事怎么样了，大哥？哦，你们去上海筹股的时候，我也看了几个地方，在唐闸陶朱坝那儿，啊，地处通阳运河和长江之间，水陆交通方便，荒地也多，适合建厂。好，太好了！沪上筹股奔走粤语，一无所获，竟有多名沪董要求退股，人情凉薄如此，办厂何其难也！尚未入冬，却寒意顿生。好在通海棉产名冠天下，不信纱厂之意终成一梦。回通州，遍访地方士绅贤达，同乡同里，桑梓之情，或可破此困局。就是前面了，这里就是咱们开会的地方。到了，这一前面。诸位对于办厂之事还有什么想法呀？办厂，我只会办木材，办厂这事儿我想都不敢想。就是啊，通州办纱厂，没听说过这事儿。是，笑话。哎，各位，今天在座的不是咱们通海两地声望卓著的士绅，就是家境殷实的富户。一说到自办纱厂啊，大家心里头都有顾虑，是吧？有疑惑，这很正常啊。办纱厂这个事儿，咱们谈之前，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，
请在座的各位给我解解惑，如何？不敢，庄员公客气了，有话请讲。好，我先请教诸位啊，咱们通州这些织户们，他们织布用的是什么纱？这谁不知啊？早些年全用土纱，现如今皆为洋金土尾混缝。经线若不用洋纱纺出的布，本地布商已经全都不收了。好，我再请问，是洋纱贵呀，还是土纱贵呀？自然是洋纱贵。哎，那为什么织户们还非要买洋纱呢？方才不是说了，经线若不用洋纱纺出的布庄便会拒收啊。是，庄员公，这洋纱涌入我通海，并不是一日之事。一开始，织户们都嫌贵，都不肯买。但久而久之，他们都发现这洋纱质量好，用洋纱织的布的品质又属于粗布。有一些手巧的织户用洋纱织出的土布，甚至可以和那个细布相媲美，两相对比，织户们自然就不得不买了。好，看来今天在座的都是行家啊！哎，我想请问啊，咱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花庄的老板呢？在下是王正昌花行的老板朱福贵。哦，朱老板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谢谢。请问朱老板，近10年以来，我们通州棉花的价格和销路如何？若是不考虑丰年与荒年的涨跌，那么一大包棉花的价格一直是在9两5钱上下。不过最近几年来略有下跌。至于销路嘛，通花一向畅销，除本地织户及销往山东一小部分之外，其余半数以上都是由上海的纱厂购取。好，既然在座的都是大行家，那我提最后一个问题，想必诸位能够得出答案。方才朱老板说了，咱们自己有棉花被人家买去，人家又卖给咱们洋纱，甭管这个人家是谁，上海也好，山东也罢，我请问诸位，他是不是低价购棉，高价卖纱？换句话说，银子都被人家赚走了。确实是。诸位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，我们该如何反击呀？坐困愁城，是个死局。诸位，我是做木材生意的，我听懂了，我心里也明白了。庄员公这次召集大家共商办厂之事，是为我们好啊。在通海办纱丝厂是大事儿，不能单打独斗。众人拾柴火焰高啊！在咱们通州办理第一座纱厂，我们以后就可以自己制造棉纱，也可以自己销售啊，绝不让外人赚水扎家。这其中的利润，咱们大伙都懂得的吧？还没请问这位尊姓大名？哎呀，通州木材商高卿。幸会幸会。请问庄员公，该如何办厂啊？这就是请大家来要谈论的第2件事情。我预备采取股份制。股份制，没听说过呀？没听说过呀？什么是股份制？好，请我们家亮祖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来，亮祖。各位叔伯，股份制在欧洲已经通行许多年了，咱们的齐昌轮船公司就是股份制。那什么是股份制？就是咱们要建厂的60万两银子，把它拆分成股，每100两银子为1股，可以招收6000股。所以无论是谁，只要您出资100两银子，就可以成为股东，就是纱厂的主人啊。那么我请问，谁能保证赚钱，而不是赔钱呢？是不是？对呀，此次办厂不仅仅是四叔一个人的意愿，
这还是张之洞张大人的口谕啊，而且有圣上的朱笔御批呀。这是好事。请问状元公，您入股多少？哎呀，说来惭愧的很，我呀一无积蓄，二有外债，所以呢，只好典当了一些藏书。这还是在我那个小弟开当铺的江梦生，大家都认识吧？在他的帮助之下，凑足了2000两银子，我购入20股。20，这如何能够？状元公不少了。状元公啊，让小弟好找啊！黄茂贤弟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听闻状元公在通海集股，所以小弟特来助一臂之力。多谢哦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上海广丰洋行总买办郭华茂先生，也是我们沙场未来的大股东之一。郭总，幸会。状元公，我们沪董愿意认购你建纱厂的4000股股份，合计白银40万两，小弟特来通知。多谢。40万两。状元公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入股。我也入股。对呀。各位，今日通沪两地股东齐聚于此，共同筹办纱厂商办。另外，有通州知州赵英德大人、海门同知王斌大人监督下，我们共同签订入股合同，并汇详在案。股东分通沪2股，郭华茂先生领沪股，沈敬夫先生领通股。购置纱机2万锭，视为商办。承蒙诸位信任啊，今日本官与王大人在此做个见证，在通州办纱厂，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。哎呀，这为此我与状元公也是殚精竭虑，多方努力，方有所成。好了，这多余的话呢就不说了。祈祝纱厂筹办顺利，日进斗金，昌盛兴隆。好，那就有请诸位，我们签订入股合同。好，合同订立成功，希望各位今后谨守条规，不做失信于人的事情。通沪6董由此组成。季之啊，这纱厂的名字可起了？哦，有了。顺便知会大家，纱厂取名曰大生，取自《周易》“天地之大德，曰生”之意。不愧是状元公啊！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好名字，好名字！司先生，这儿已经是糖闸了啊！到了，到了。来。对，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季之啊，你来看够大不够大？大，足够大，足够我们建一个大大的纱厂。嚯，嘿，太大了！喂，四哥啊，这怎么弄？申大哥，这怎么弄？一红，这怎么弄？孟生，有了地方就好弄。哎呦，可是你们看啊，这除了荒草跟乱石，它什么也没有啊。要我看呢，
咱们办厂最好是去上海，那有码头堆站、机器集市，最重要的那有工人呢。咱们这儿呢，不信你们随便找个人来问问，看他知道什么叫工厂吗？我就知道什么是工厂。你别捣乱，你知道那你也是刚现学的。那皇上，你说的对，我通州自古以来产棉产纱，为什么我通州百姓不知道什么叫工厂呢？因为那叫作坊，不是工厂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，都在工厂做工，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钱赚。嚯！可这得花多少精力，得使多少银子呀？花多少都值。孟生啊，开当铺无非自己人卖给自己人，左手倒右手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在这儿建一个大大的纱厂，生产出自己的棉纱，那就供往全国、全世界，把洋纱挤得无路可走。哎，别急，这路得一步一步走，饭得一口一口吃。现在地是有了，能不能到咱们手里，人能不能来，这还得一步一步落实呢。大哥说的是，一华，还有什么地方？啊，翻过桃竹坝就是鄱阳运河了，还有那儿，走。嚯，还有啊！哎呦，大哥，这是河道，这是码头。我看了北边这一块啊，也就是这儿，是一块平整的荒地，足够我们建一个年产量非常可观的大车间。得一笔银子，往那边建一片仓库和工人的生活区。哎，这条河道可得好好治理治理啊。那当然，又得一大笔银子，还得修一条铁路。产纱之后，如果航运不够，可以通过铁路运往外部。哎呦喂，这得花多少银子呀？还修铁路？修铁路那个是朝廷的事儿，我们干嘛要掏银子呢？你拉个人随便过来问问，看他见过铁路吗？我就见过铁路。你见过火车吗？还未曾见过。哎，司先生，这火车，那这块地有没有主家啊？这唐闸最大的财主是一个姓顾的乡绅，叫顾书基。咱们看的所有的地都是他的。这咱们得租啊！哎，我想了，尽快跟他挨派见个面，谈一谈，花点银子把地全弄过来呗。恐怕银子这事儿也不好谈吧？谈什么谈？我直接把他薅过来，让他跟你什么薅过来呀？沈大哥，这四哥呢可是6品翰林呢，又有朝廷的手谕，跟人家好好谈谈，看能不能银子少点儿。慢慢谈着看吧。既然状元公瞧得上桃竹坝那块荒地，打起中便是了。哎呀，这顾老爷真是帮了咱们一个大忙啊！有件事要跟你们说清楚。那块荒地上有座酒器的孤坟，不知道状元公介不介意？不介意，我们一定请人好好烧炷香，恭恭敬敬把坟迁到一个清静地方，重新安葬就是了。哈哈，那就没问题了。顾老先生，我们的意思还是想把这荒地整块的买回来，是比较妥当。您看，要不然您斟酌个价。这块地39亩，就按20两一亩，那就是780两。顾老爷，您能不能再便宜点？680两怎么样？大不了700。孟生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们这就很感谢顾老爷了。哎呀，常老太爷，您老一把岁数了啊，何必凑这个热闹呢？赶紧回家吧。我愧对祖宗啊！我要孝敬我的祖宗啊！这大热天的，再把你弄出个好歹来，这不惭愧啊！我要为祖宗尽孝啊！来，四哥。好呀。你看，顾兄，
怎么回事啊？我原本想给你省事儿，结果却惹人麻烦，这都怨我呀！我本想呀把地给你之前啊，将这婚份签出去，不料冒出些不在五湖之内的孝子贤孙，趁你所有好处，我许了些银子，但他们还嫌少啊。顾兄，他们经常来这里祭祖吗？不是，这常年没人的地方。这可是本地风俗啊！不是，这就是胡闹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吧？这帮无赖，这可是咱们的地盘，在咱们地盘上，他们敢这么闹，我这就去报官，把他们都抓起来。别，孟生，现在还不是咱们的地盘。再说了，他这是有备而来呀，他不怕见官，对吧？对，在京城里，他们有做大官的亲戚。嘿，还有做大官的亲戚，比官大是吧？我四哥的老师，那可是皇上的老师，那是堂堂的一品。他们有我四哥的老师官大吗？四哥，你跟你老师说一下，把这事解决了。别，能用银子解决的问题，就不欠人情。可是为这点事儿使银子，他不值当啊。值，投资办厂花银子是应该的，天经地义。但是，做生意最忌的是欠人情，欠了人情还不完，而且只能多不能少，划不来。那怎么办？顾兄啊，您跟这个主事人说一下，借您贵宝地，让他们跟我谈一谈，好吧？哎呀，他们怎么都不走，非得在这边哭坟呐！啊，孟生，你去告诉他们，让他们跟我见一面，不见这一面，万事休谈。顺便告诉他，朝廷里有做大官的亲戚没有用，我也可以往朝廷送折子。这话硬气，我去说。哎，别吹了，别吹了！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呀，季师兄，你容我再想想办法。顾兄啊，多谢您的美意，但这种事啊，在建厂之前必须解决的一劳永逸，否则建厂之后后患无穷，就别干正事了。没事，走吧。大人，您可回来了，又出麻烦了。又怎么了？又是张简惹的麻烦，大生纱厂在陶朱坝征地出问题了。哎呀，这个状元公都快成我的心病了。是，状元公让咱们帮着把这个事情解决解决。行了，进去说吧。张简相中的陶朱坝原本有几座荒坟，继续，别停。今年无人祭扫，可是，一听说顾书记要把地卖给张简办厂，立刻就有主家跳出来漫天要价。顾书记自然不肯，于是这主家就找上衙门，让咱们帮他做主。哎呀，这等刁民轰出去就是了，有什么可麻烦的呢？这个主家姓常，说是家里边有亲戚在京城里当官，官拜从二品。他既然敢这么说，十有八九是真的，要不然谁敢拿二品大员来扯谎？哎呀，那这个常姓主家咱们也惹不起呀。要不让状元公另寻常职？你以为他我就惹得起吗？他是帝师的门生，张大人、刘大人两个都帅的座上宾，我一个小五品，我拿什么跟人家掰手腕？大人，要是不让顾书记卖地呢？那张继直这笔账最后还得算到我头上，不照样惹上骚气吗？吓我一跳！大人，这荒坟的主家只是图财，
只要让他逼着顾书记把地价涨起来即可。多出来的那些，咱们和常家5-5分账。张俭若是不认，那买地一事也就罢了。他若是认了，咱府里不就多了一份进项，何乐不为？对，这顾书记有钱而无势，他拗不过常家。哎呀，但这事儿我不方便出面吧？大人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在下常希信拜见状元公。常兄好，请坐，请坐。谢状元公。状元公，陶朱坝的坟茔乃是在下曾祖父的堂兄常启堂之墓。不过我家伯父也再三叮嘱了，他与状元公同朝为官，一定要人情周全。所以在下也和家中族老商议，这坟我们迁。哎呦，常兄，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愿意迁这坟？愿意，愿意。嘿，